范公子，若是要作诗，老奴斗胆，愿为你抄录。范大人是想临时再做2、3首诗，证明都是从仙界看回来的。你不知道，那段记忆就如同刀刻斧凿一般刻在我的脑中。我看过的每一个字，读过的每一本书，都记得丝毫不差，历历在目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哼，怕是气急败坏，已然开始胡言乱语。哼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瑶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？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800里分麾下炙，50弦分塞外声。沙场秋点兵。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小桥天下谁人不识君？三春晖，小楼昨夜飞半，双栖万入墙角数枝梅，月明中谁美折腰下权贵？国破身何在？城春抽刀断身，斩时花溅泪。地恨你。志士人人，今夕身无彩凤双飞翼，身有灵犀枪管悠悠双满地。花马千金裘，呼儿相助换美酒。广厦千万，大举天下寒归去。哀悼生虚，现长江之无东。高处骰子安红豆，山无陵江水天，东北深圳下雨，西出阳关高无故人。天上宫阙，人生自是有情趣，万幸人踪灭。10年生死，曾伴浮云归晚翠，不知凄凉不思量。今夕千里共时光，知己催人老，处花期为父纵使相投，泪渡春山，马家不是流水。春宵一刻家，花有清香，月黄海滩头，说惶恐，笑死寒心仰里看人生自古谁不死？连3月下手取丹心，赵汉卿。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
念天地之悠悠，图怆然而涕下。过百了吗？哎呦，范公子早就过百了。那就这样吧。这世上哪有什么仙境啊？哼，若没有仙界，这些诗句又是从哪儿来的？那肯定是他自己写的。就算这些诗都是他自己写的，就算他写了千首万首，也不能证明那首七言他不是抄袭的。随口吟诵便是千古名句，这样的人何必去抄？又怎屑去抄？注经释文，我不如你；背诗，你不如我；做文坛大家，我不行；做人，你不行。我醉欲眠，君且去。去你妈的！快快快，来，醒酒汤放桌上啊，放这儿，放这儿。对对，去把那个枕头给我弄松软点儿。他喝了那么多酒，可别睡落枕了。虚话不便，宫墙外等。我你今儿都醉成这样，咱改天吧。来了来了，小哥这个干啥了？哎，来了，快快快，扶床上，扶床上，小心小心啊！确实是这4句。其实啊，不用这份手书，也能看出端倪。这首诗的后4句，其中之意苍凉潦倒。要不是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，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意境呢？可范先生，你年少风光，怎么也有如此悲凉的心境呢？少年强说愁，过犹不及。陛下，陛下，范闲欺世盗名，无耻之尤，如此这般行径，真是将我朝文人的颜面都丢尽了。恳请陛下将这文贼革去功名，逐出京都，今生永不录用。郭少，既然我丢尽了庆国的脸面，为何你如此欢喜雀跃？胡说！我这是愤慨，我这是不耻与你为伍。
庄先生要在殿上辨真相，郭少何时知情的？自然是刚刚听到。那为何我今日一到祈年殿，郭少就言之凿凿说今日便要看我身败名裂？不知是郭少掐指能算，还是说早就跟庄先生暗通款曲了呢？一派胡言！暗通款曲可以用在这个地方吗？啊，好了，什么时候了，还讲究用词？陛下，犬子与范闲素来不睦，二人争执，倒也无碍大局。如今关键在范闲这首诗里，既是抄袭他人诗句，则理当重罚，否则难以平息天下悠悠众口。还是尚书大人厉害，一句话说在痛处。秉公直言罢了。庄先生，你说的没错，这首诗是我抄的。范先生，知过而直言，是谓勇也。范先生经过此事，必成大器。您先别忙着夸我了，庄先生，我替我自己抄诗，你替你老师抄诗，咱们俩也算是半斤八两。说起来，你还不如我来的直爽。这首诗乃是少陵野老诗圣杜甫，跟你老师半点关系没有。庄先生替令师欺世盗名，还真是尊师重道的典范。诗圣，你说这位诗圣何朝何代的人物？既是诗圣，可曾青史留名？史书里没他。哦，是这样。因为他的诗属于另外一个世界，一个有着千载风流、文采耀目的世界。难不成他是传说中的仙界？笑吧，笑吧，跟你们这儿比起来，说是仙界，毫不为过。你去过吗？那是我梦里留下的画卷，是我残留的记忆。范大人，你的意思是，你在梦中游历仙界，还背了首诗回来？陛下，范闲所言过于离奇荒谬，如此狡辩，实属欺君，请陛下圣裁。庄先生啊，你老师做的诗多吗？家师著诗良多。那不为人知的也多吗？识海沟沉，少于人知的，竟是刚刚展示的那一首。谁说我梦里只背了一首？史来，莫来！范公子，若是要作诗，老奴都得愿为你抄录。范大人是想临时再做2-3首诗，证明都是从仙界看回来的？你不知道，那段记忆就如同刀刻斧凿一般刻在我的脑中。我看过的每一个字，读过的每一本书，都记得丝毫不差，历历在目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
怕是气急败坏，已然开始胡言乱语。哼！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瑶玉宇，刀俎生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？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800里分麾下炙，50弦分塞外声。沙场秋点兵。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小桥天下谁人不识君？三春月照小楼千鸟飞半，双栖万物墙角数枝梅，月明中哎，最美者要事权贵，国破身何在？城春抽刀断水，水更流。斩石花溅泪，地恨你。志士人人，今夕身无彩凤双飞翼，身有灵犀枪管悠悠，突花马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。广厦千万，大举天下豪归去，欢颜哀鸿生虚，现长江之无穷。高处骰子安红豆，山无陵江水天，东北深圳下雨，西出阳关高无故人。天上宫阙，人生自是有情趣，万姓人宗命。10年生死，曾伴浮云归晚翠，不知凄凉不思量。今夕千里共时光，知己催人老，化气为父纵使相逢，泪滴春山，马家不是流水。春宵一刻恰，花有清香，月黄海滩头说惶恐，安心养你看人生自古谁不死？年3月家书取丹心，赵汉卿。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徒怆然而涕下。过百了吗？哎呦，范公子早就过百了。那就这样吧。这世上哪有什么仙境啊？哼，
若没有仙界，这些诗句又是从哪儿来的？那肯定是他自己写的。就算这些诗都是他自己写的，就算他写了千首万首，也不能证明那首七言他不是抄袭的。随口吟诵便是千古名句，这样的人何必去抄？又怎屑去抄？注经释文，我不如你；背诗，你不如我；做文坛大家，我不行；做人，你不行。我醉欲眠，君且去。去你妈的！快快快，来，醒酒汤放桌上啊，放这儿，放这儿。对对，去把那个枕头给我弄松软点儿。他喝了那么多酒，可别睡落枕了。虚话不变，宫墙外等。我你今儿都醉成这样，咱改天吧。来了来了，小哥这个盖上了。哎，来了，快快快，扶床上，扶床上，小心小心啊。哎，慢点儿。哎，给盖上，快快快，小心，盖上。有劳你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有劳。我来照顾哥哥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。这么多下人呢，哪用得着你亲自动手呀？哎呀，至于的吗？行了，干嘛大惊小怪的呀？谁还没喝醉过呀？你知道你哥在宫里做了什么吗？什么？成神了！啊？陛下亲自下旨，让宫里护卫护送小范大人回府里。陛下还说了，千万要照顾好他。这位爷，现在可是咱们庆国的宝贝呀！言重了。哎，可没说中啊，范大人，你是不知道啊。小范公子今夜醉酒成诗，真是把店里人听傻了，看傻了。好些人私下里说，这可真是诗仙下凡呐。你看看你哥范闲啊，人家多有出息，你呀你就知道睡觉啊！你跟你哥学学啊！他不是也睡着呢吗？让他们出去。你跟他能一样吗？还睡？天色不早了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，我照顾哥哥。还休息什么呀？这都成神了，得好好照顾着，煮点夜宵，万一一会儿醒了想吃呢，快去！哎，赶紧的！行了，都走，哥哥要休息了。哦，快走快走，下去，让他好好休息，轻点轻点啊！哎呀，该走了，让你哥好好休息，快走。走就该走。哥，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
庄墨涵真的吐血了。是。今夜过后，范闲就是小范实现。由此可见，庄墨涵真是在扯谎无限。庄大家70年声名，一朝尽散了。哎呀，都这个岁数了，一生全毁了。罢了，我也倦了，有话明天再说吧。不是吃药了吗？吃药就是为了吐出来。若若，朝中有人跟庄墨涵串通一气，今天是早就准备好的。是谁？长公主郭有芷。长公主？长公主在殿前不是一直为你说话吗？你那么聪明，连这都看不出来吗？这个女人好阴险。今天晚上我要进宫。哥，你都这样了，就是这样才没人怀疑是我。若若，你替我守住这房间，别让别人进来。我知道，只要我不死，绝不让人进来。大人，在这儿候着。说。按照之前所说，一炷香的时间，我引开红四香，你进宫拿钥匙。等等，怎么？你最好别让人看出端倪。我这身衣服和剑，都是从东夷城使团里偷的。云之兰，京都9品高手，就这么几个。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，潜入后宫的是四顾剑首徒。原来你都想好了。当年和小姐在一起的时候，经常干这种事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你自己要小心，燕小乙的剑，你未必挡得住。后宫那么大，未必遇得上。这么多诗，手都抄酸了吧？如今我抄出了文坛佳话，真是千载难逢的喜事啊！便是这只手抄断，心里也只有喜欢。唉，陛下，可是累了？只是感慨啊！我大庆国以武立国，在文治方面远远不如齐国。这是先帝一直耿耿于怀的。如今天佑庆国，我朝出了诗神小范大人。诗神啊，我看他是两眼诗神。不过这诗写的确实还是不错。可是朕总在琢磨着，这诗是他写的吗？您是哪位呀？抱歉，误会，走错了路。
走错路走到皇宫来，阁下只怕是天下第一人。家国所居，迫不得已，前辈见谅，我这就告退。这里是皇宫啊，孩子，不是你想走便能走得了的。后，你是四股剑门下。燕统领，怎么了？你们方才听到什么没有？没有啊。去我宫来。是。从太平别院经历看来，燕小乙听力超乎凡俗，万一接近稍有不妥，便会警觉。入宫后不可急行，避免纵越。燕统领，可有不妥？并无异常声响。宫里贵人养了狸猫，都胖得出奇。或许刚才响动是因此而起。你们继续巡视。是。还有一处，不可不防。不能走高处。你也想到了。抛去听力不谈，燕小乙是剑手，剑手最要命处总是眼睛。若攀高而行，虽是深夜，
却未必逃得过他的双眼。王青林，大人，找那锁去。就这把钥匙啊，复制一把。这不是钥匙啊，世上没有这样的钥匙，也没有这样的锁呀。被骗了。你别管它是什么，能做吗？这东西极其的神妙，费时。只要大概样子，细处不必讲究。粗略些？粗略些。有多久？若不讲究，一盏茶的功夫。稍等一下，那姐，哎，去吧去吧。瞧什么呢？我跟你说，刚才有个怪人从这儿嗖唰砸在地上，然后踩着雨伞嗖就飞走了。然后还有个老太监从空中嗖一下就过去了，嗖一下过去了。啊，你看，地砖都碎了。这个是赝品，这个是真品。多谢。谁说它是钥匙啊？用它开什么锁呀？别问这么多。是。大人，你不用跟这儿了，赝品我自己送回去，然后自己回去。好，大人，这算是绝密吧？我信得过你。我是说，锁匠怎么办？你想说什么？大人，要不要除掉它？只是做把钥匙，何以至此？重金酬谢，连夜送出京都。这段时间让他别回来。你在试探我？大人胆子虽大，心肠却软。好还是不好？若是做大事嘛，自然不够狠；若是做朋友，刚刚好。哎，大人，还有一件事啊。说，既然要重金赏赐，还请大人把那重金给我。
这时节我上哪儿给你找去？自己垫着。哎，大人，那你是不是给我写个条子，让我9出13进，多少让我赚点儿？滚！哎，大人你小心啊！大人这次还算顺利，放回赝品便算大功告成，只盼不出意外。见事躲着走，切莫节外生枝，应能无恙。长公主在里边等你。长公主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写情至此，叫人心伤。坐。宴席上范闲的诗，我叫人抄录了一些过来，现在看仍然是首首妙绝。先生觉着呢？是的，好诗。叹为观止。莫非这世上真有仙界之说？仙界之说虚无缥缈，我倒认为这些诗是范公子亲自写的。一气呵成，上百佳句，这岂是凡人所能？难道他真的是仙人折凡吗？如果是仙人临凡，那他是诗中之仙，就非范闲公子莫属了。我连夜叫先生来，是有话想问您。先生答应我在宴席上，要将范闲踩于脚底，让他身败名裂，敢问先生做到了吗？我今日构陷范闲，是赌上了我一生的清明。不过，输给这样的人，倒也心服口服。可是就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啊，像范闲这样的诗才，长公主，您事先未曾言明，要不我也不会自取其辱吧。我也真是没想到，这孩子有如此惊人之举。这样也好。功败垂成，好在哪里？幸亏一夜之间写成天下百首之诗。若非如此，天下之人若是听了老夫那些话，都会以为他是抄袭了他人诗作的无耻之徒。他是无妨了，但是先生声名尽毁。那也总好过一生愧疚于心的。你是心安了，那我呢？我将严冰云卖给你们，换萧恩回北齐。哼，这天下有多少人知道，杀人无算的魔头萧恩，竟然是文坛大家庄莫寒的亲弟弟。我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帮了你和你们北齐这么大一个忙，到头来就换得你一句心安。我若不是为亲情所困，我怎么能来这庆国落入你长公主的垢中呢？回去告诉你们那个小皇帝，他欠我一个人情，
放到将来，总要还的。我倒有一事想不明白。像范闲这样的人才，这样的年纪，他本应是庆国未来的栋梁之才，长公主为何非要除他而后快呢？甚至于出卖自己监察院的暗探。严冰云虽然受了点苦，但是没有性命之危。至于我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对范闲，我就是想看他走投无路的样子。会不会没射中？箭头已断，还有一些碎步快，肯定中了。没血迹，会不会没伤到？我的箭，中者必伤。四散开，仔细搜。是。必定伤重，现在侍卫们正在搜寻。那你不去抓刺客，跑这里来做什么？我是担心殿下安危。有我在，你担心什么？他是为了我好。殿下，小乙，我求你件事。殿下，我当不下这个求字。亲自找到那个刺客，把他给我杀了。不着活口。我方才与庄墨寒在殿内密谈，被他给看见了。殿下，我与庄墨寒做了笔交易，把监察院的严冰云给卖了。你听懂了吗？
我懂了。你若要尽大内侍卫的职责，可以马上告知陛下，我不怪你。殿下爱做什么，便做什么吧。当年那个小山村，满门灭尽，就快饿死的孩子，若不是殿下路过带走，早就魂归九幽。小乙的命，愿意随时还给殿下。若是有朝一日举国皆敌，诸生讨伐，小乙也将伴护左右，一路同行。起来吧。殿下，说。我觉得那身影像范闲。范闲？蒙着脸，瞧不出。身形、高矮都差不多。祈年殿上，范闲斗尸醉酒是被抬回去的，不可能是他。是不是？看一眼便知。若此时范闲不在府上，那就应该是他了。快去！若有人拦你，说是我让你去的。是。殿下，您为何将庄墨寒的事告诉他？瞒不住了。手笨脚的呀，小心点儿！这里面这点粥啊，你再全都给洒了。哎呀，真是！若若，哎，姨娘，你还在呢？对，我还在呢。范闲怎么样了？哥哥还睡着呢。啊，那我进来了。睡着呢。你这孩子。一晚上守在这儿啊？我没事的。我是看他昨天晚上饮酒过多，早上就早点起来，让后厨给他做了点粥。范闲他哥哥还睡着呢，昨个有些着凉，我给他加了床被子，风寒灵也熬在火上了，哥哥醒了就能喝。姨娘，要不要看一眼？哦，不，让他睡，让他睡。你也回去休息吧，我守着。我没事的，我昨个有几句诗看不明白，想等哥哥醒了问问他。你这孩子。夫人，轻声说。前面还有点事儿，我要过去一下。那你，姨娘去忙，你继续守着。这么早就有人要见范闲，可不是嘛？谁呀？夫人就是他。这是后院，您不能硬闯啊！我见过你，你是宫里的侍卫，大内侍卫统领燕小乙，见过柳夫人。怎么，这是要奉旨抄家了？严重了，我是奉长公主谕旨前来探望范闲。柳夫人也知道，宫里办事不敢耽搁。这才什么时辰呀，这般着急？爱才之心，切之又切。
夫人，要我去叫醒老爷吗？我就替长公主看看，问几句话，随后回宫复命。不用了，跟我来。若若，宫里派人来探望你哥了。若若，你瞧瞧你哥醒了吗？这是燕统领。哥哥还睡着，不吵醒他，我就进去看一眼，也好回去交差。那你脚步轻些。若若小姐，烦请让路。哥哥不舒服，晚些再说吧。对不住了。叶小雨，你做什么？公主之令，情非得已。这里是户部侍郎府，公主可管不了朝廷命官。若若小姐，你在怕什么？燕某耳力甚佳，我怎么听屋子里并无呼吸声？若若，你让他进来吧。见谅啊，昨儿晚上酒喝多了些，这会儿实在是爬不起来。还有啊，我晚上睡得熟，呼吸声也轻。燕统领，要不然再仔细听听。请二位回避一下，长公主有话要带给范闲。没这样的道理。没事儿，姨娘，若若。你们两个帮我把幔帐拉开，我陪燕统领说会儿话。你们两个到外边等着吧。姨娘。把衣服脱了。宫里的人现在越来越缺乏管教了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若若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无妨。我没这爱好。刚才宫里有刺客闯入，是吗？抓着没有？跑了。哎呦。这算是燕统领的失职了吧？那刺客后腰中我一剑，必有伤。你先开，让我看看。你这算是怀疑我？我觉得就是你。凭据呢？没有。那你查我可有圣旨？也没有。那我凭什么让你查呀？你心虚了。你刚才在门口推了我妹妹是吧？我到时候会给他赔不是，跪在他面前磕头认罪。你说什么？咱们俩打个赌，一会儿我把衣服掀开，要是有伤的话，你把我送去刑部，送去大理寺，送去监察院，总之随你定罪。我要是没伤的话，你跪在若若面前磕头认罪。我为什么跟你赌？那你请便。我可以自己动手。我昨天晚上写了多少首诗，你数了吗？
这会儿对我动手，陛下跟百官怎么治你？我不在乎，连累长公主也不在乎。要是不敢赌的话，自己推门出去，不送。你在唬我？你想多了。好，我赌，把衣服掀开。那这一剑，要是没有刺出伤口，岂不是白赌了？中我一剑，就算大宗师，也会有伤。原来如此。严统领，毒品怎么样？给你赔罪。严统领，要不留着吃个早饭？怎么回事啊？他推了我妹妹，让他磕头都算轻的。你这孩子倒是护短儿。姨娘，若若，我还有些困倦，想再睡会儿。也好，你先回去休息。哥，没事，回去吧。走吧。别忍着，吐出来。幸亏路上遇见树，又要赶回府，又要瞒着燕小乙把人送进来，都不容易。你中箭了？中了。燕小乙的箭？我不清楚，他说是就是吧。没伤口。说，你还盼着我受伤啊？他刚才不是夸口。中了他的箭，大宗师都要带上。9品以上的箭手，全天下可就他一人。巧了，箭射在腰上，被东西挡住了。就这钥匙。就这钥匙。燕小乙出剑，只怕生铁都会被射断。可偏偏这钥匙安然无损，实在瞧不出什么材质。事情都办好了，还差一点。这把赝品没来得及送回去。为何？撞见了长公主密会庄墨寒，听到了大消息。长公主私下跟北齐做了交易，出卖燕冰云，就为了换回萧恩。你知道吗？萧恩居然是庄墨寒的亲弟弟。所以为什么没有把赝品放回去？行吧，反正这世上也没什么事是你关心的。这个不着急，回头我想个办法放回宫里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终于能知道老娘当年留下这个箱子里边装的都是什么。这是你的记忆，你来。可是这箱子里的东西，或许不是留给我的。打开才知道。
哎呀！你笑什么？叔，你不知道，这个世界真是要多荒谬有多荒谬。你好像很惊讶。不是，你知道这个东西要多少人多少年才能造得出来吗？这都10几年了吧，还能用吗？我不知道。随便试试吧。陛下，臣失职，那刺客下落不明，但臣敢肯定，刺客一定中箭了。你跟他说说。刺客有2人，有1人先潜入后宫，我追出宫去。现在想想，应该是调虎离山。那个抓住了吗？不曾。从您手里逃脱了，来的是大宗师。那人身手只是初进9品，却很是滑溜。那人用的剑法是四顾剑。四顾剑？东夷城的使团还在京都，难道是云之兰？不会是他。会不会是用四顾剑来混淆视听的？不会，那人四顾剑意以得精髓，那就必定与东夷城有关。陛下，去使团里搜，就算不是云之兰，也一定和他有关系。有真凭实据吗？搜到那2个刺客就行。如果搜不到呢？这2名刺客深夜进入宫闱，全身而退，传出去，我庆国的颜面何在啊？臣请罪。老奴眼见四顾剑真传，一时没忍住，想多瞧瞧，才一直追了许久。说起来，是我的错。认错之前，先想想为什么刺杀李仁瑞。自然是引起京都的混乱。然后呢？是啊，若刺杀成功，死一个长公主，对东夷城有什么用处？下去吧。是。你看，我说不行吗？这下真的打不开了。口令正确。开了。为什么呀？叔，我现在严重有理由怀疑你跟我娘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我真的记不清。不用你说，我就看看他留下的是什么。你确认过不是范闲？应该不是。我早说了，范闲夜宴斗师，酩酊大醉，怎可能是他？2个刺客合作行事，或许和东夷城有关。他们要来做什么？杀我吗？陛下也为此生疑。小野，这件事情不合理。想办法告知庄墨寒，让他离开南庆，越快越好。是。这件事不对劲，是不是？我要好好想一下。
这帖极好，却不知用何种方法才能打磨成这般模样。只是不知道，小姐留下这些东西，到底有什么用处？杀人用的。杀人？未曾开封，你知道这东西？我知道。说，这是真正的好兵器。兵器？绝世兵器。信上面写着“五竹起”，你念给我听。给你的。我的东西，你都可以任意看。好。放心，放心啊！行，那个我就送你送到这儿了啊。记住我说的话啊，拿着东西。最近一段时间啊，不要回京都，不要让别人认出你来。哎，放心吧，为了这事儿，把胡子都刮了，没人认得出来我。好，你走吧。哎，马不是说送给我吗？给我的呀！你说好的事儿，马是要送给你的，那就别了嘛。你知道这马我花了多少钱啊？这个都是我垫付的。对呀，说好的事儿，怎么又赖皮呢你？来，走。昨天晚上的事儿不要告与别人啊！懂规矩。陈院长。那个人是谁呀？我问你话呢。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？那个人是谁呀？他就是个锁匠。是这样的，昨天呢，我让他帮我把别人家的门给开开了，然后我就让他现在赶紧走。陈院长，你看我这是头一次犯偷窃这毛病，您就饶了我吧。我可以派黑旗把那个人追回来。我真的就是让他配了把钥匙。昨夜皇宫刺客和你有没有关系？和范闲有没有关系？没有。你可知道他的厉害？知道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昨夜皇宫是不是范闲？我是。怎么不念？老娘这用词儿还真是另有一番天地。我念了。可爱的小竹竹来亲个。小竹竹就是我。我知道。这有什么可笑的？没有。
姐姐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很多次想给你介绍个媳妇儿，结果你总是冷冰冰的。老娘我不对，辈分乱了。老姐，我觉得你要是能多孝孝，一定特别招姑娘喜欢。我觉得他说的对。说，他给你相过亲吗？不记得了。你生气了？为什么？算了，我接着念。这会儿我一个人留在京都，就想着写封信给你，你不听劝，又去那个庙里打架。我估计你还是赢不了，终究要逃回来，所以特地写点东西提前嘲笑一下。叔，你笑了，是吗？你真去那个庙里打过架，还打不赢？好像有这么回事。是那个传说中的神庙吗？不记得。为什么要打？不记得。老娘跟你和那个神庙到底什么关系？算了，我知道你肯定也不记得。接着念吧。我一直担心一件事儿，担心你活在这个世上，没有好奇，没有欲望，没有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所以我把这封信放在箱子里，可又没让你打开。如果有一天你能主动打开箱子，读到这封信，那我会很开心，也会很意外。能不能告诉我，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主动打开这个箱子？没什么力量，只是想知道你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。你还会不会提起我？五珠说：“你继续念。”老娘我来到这个世界（括弧老娘就是老姐），我来过、看过、玩过，当过首富，我还拔过老皇帝胡子，就差统一天下了。可那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如果说我还有想做的事儿，就是想让这世界更美好一些，让所有人的笑更灿烂一些。听上去很傻，是不是？不许笑。我没笑。写着写着，怎么觉得像遗言？小猪猪，不知道你看信的时候，已经过去了多久？不知道我还在不在？如果我已经不在了，就把这箱子毁了吧。老娘的故事不需要其他人知道，他们不配。小猪猪，其实你不明白，我来自哪里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孤单。这世界人来人往，可我依然孤单。老娘真的很孤单，但是幸好最孤单的时候，都有你在陪我。小猪猪，我真的很想你。念完了。你想他吗？怎么叫想？
想就是你走路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，睡觉的时候，打架的时候，不管你在做什么，不管你身边有多少人，心里总是浮现一个人的样子，默念一个人的名字，听到很多人说话，但是想听的只有他的声音，遇见过许多面容，但是想见的只有他的笑容。如果这样，那就是想了。那我想他了。昨晚上有刺客，在广信宫出没，是要刺杀李云瑞吗？尚未可知。他把控内库不放，是要惹人眼红啊！昨晚上，您这儿没什么异常吧？一切如常，我还睡得特别香。那老奴也就放心了。小姐的事，不要让别人知道。可是你好像不一样。这个我先放回去，只不过箱子别沉浆，我迟早用得上。这怎么还有一层？还有一封信。小竹竹，这封信别开。这什么？不知道。你要开吗？那我能开吗？他没说你不能开。嘿。你好，儿子，你没有看错，这封信就是写给你的。他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应该还没出生吧？对。那他怎么知道是儿子？猜的。能看到这封信的只有你。我知道，你对自己、对我、对这个世界都充满了疑问。我现在就给你答案。范闲，没有时间穿梭，没有平行时空，这里还是地球，还是我们的世界。地球存在至今40多亿年，旋转不止。这漫长的时间里，出现过几次特别的时代，全球性大幅度变冷，中高纬区形成大面积冰盖，水凝聚成冰，大气环流和洋流都相应改变。这样的时代里，白色主宰一切。这就是大冰川期，很有趣，每隔一段时间发生一次。在我们那个时代，有过很多猜测，下一次大冰川期何时来临？会不会灭绝人类？我们的时代已经终结了，范闲，我们打开了禁忌之门。希望等新世纪来时，再重新复苏。
你看过科幻片吗？就像被集冻在一个仪器里，过很多年，仪器打开，里面沉睡的人出来，而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我娘是从冰洞里醒来的。冰，好像有这么点印象。当我醒来，发现冰川期早已过去，旧时代已经湮灭，新的人类已经出现。他们经历了部落时期，经历了奴隶社会，而现在，正是封建王朝。请过。你有没有想过？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是说的中文，还有前一个时代的各种习惯？因为冰封醒来的不止我一个，有很多先驱者存活下来，把文明传播给新人类，也算是上个时代留下的种子。他们的传说也是神庙的秘密。禁忌之门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会引发冰川期？我们那一代人到底是如何灭绝的？还有，如果我是冰冻醒来，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孩子？你不是冰封醒来的，是个特例。怎么说呢？一个将记忆数据化的实验，你是实验品之一，最后唯一成功的只有你。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，你要找的答案在一个叫太平别院的地方。如果你去过太平别院，会发现院子里有个池塘，我在池塘底下藏了一道机关，操作之后，屋子里会有一道暗门打开。禁忌之门的秘密，人类灭绝的真相，你要的答案都在里面。想知道，自己去看。我个人不希望你去探究这些秘密。如果你进了那道暗门，了解真相，那你就注定要回到我逃离的地方，去到地底，面对最深的恐怖。如果你不开那道暗门，那么这一切的危险都与你无关。你可以享受平静、快乐的生活。命运如何，由你选择。我的建议到此为止。最后一句，这世上没有真气。所谓真气，其实是上个时代留下的一些痕迹。最后一句，对五竹好点儿。你都听见了？听见了。藏在太平别院水底的秘密，你想去找？我也不知道。他说很危险，理智告诉我不要去，但我又觉得好奇。你觉得呢？随你。他还说要我好好对你，我不太明白。你身手这么好，还需要我照顾你？